Mate 60卖得这么好，这点就告诉美国说科技战真的是打出来。所以人家讲世界怎么是平的呢？华为非华为2块，不只是中国突破，美国都封锁。你可以看得出来哈，西方最早讲脱钩，后来3月份呢不是脱钩，是去风险化啊，后来叫做多样化。基本上这一连串美国的几个官员传的就是不脱钩。所以科技上就先分2块了，所以搞了半天，反而是让中国的产业链自己强韧起来了。而且我觉得美国是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当然也有它强的地方嘛，因为现在它是世界第1大国，它整个思维、它的高度、它的格局是超过别的国家。但是深度或者说它历史的底蕴，这是很不够，这是美国必须要学习的。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作战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呢继续聊一聊最近国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只手机突然呢天降神兵突然卖爆全市场。发生什么事？就是华为的 Mate 60 Pro。那这只手机呢，哇，这一次不得了了据说整个 Mate 系列卖破1亿只，而它呢直接就已经卖破80万只卖到据说连要购买的资格都要抽那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更加让人家关注的是什么？在中美贸易战之下呢，本来华为即将要来冲击世界第1的手机之王的宝座，结果呢被川普大大一刀给砸了。砸了之后，没想到过了几年据说等了1500多天这次呢回归看起来是强势回归，而且功能上面似乎摆脱了晶片制裁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脉络。与此同时呢，中美之间就几个焦点议题包括前阵我们所谈的金砖扩容的问题，还有“一带一路”似乎在欧洲，尤其是欧洲 G7 的成员里面推广似乎受到一些阻却，因为意大利似乎要来退出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G20 那看起来习近平没有要出席，这里面有众多的中美博弈的一个角度而且还有越南竟然跟美国听说也要好上了那教宗呢跑到了蒙古国那这么复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华为一鸣冲天或者是说呢神将回归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国际中美博弈我可以说是 Round 2吗？那关于这样的议题我们当然要请教我们的国际事务专家了好，我们来请教刘炳荣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呢，老师，我们就从一张梗图开始这张图呢，很多人以为是真的这谁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他最近去了一趟中国大陆那谈了不少的事情当然，到底成效怎么样？等一下请老师帮我补充但是说这一次我为华为来代言。怎么说呢？因为华为刚好在它到了的第2天就开卖了，提前开卖非常有意思那引起的效应也是非常大的。怎么说呢？全球首支华为抢先机那这叫卫星手机提前上市1秒售罄，哇，这么厉害的吗？这个是华为的经典款式这叫做一直是经典一向有新意，一脉相承。看起来很像这个以前戴比尔斯的广告一颗很久远。这一支手机很多人在讨论第一个，它比苹果还要早发售，大幅提前第二个呢，其实华为被制裁了很久所以华为之前所卖的手机都是旧的晶片而第一次中国自产自制的晶片而且呢，它的售价其实也不贵6999人民币那就是一般旗舰机的价格而且重点是通信领域再次突破就达到了卫星电话，据说有人去测它可以达到5.5G 的效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当时就是有网友就去观察说，不是距离发布会要半个月吗？怎么突然就开卖了？过去从来没有抢先的这样的状况，华为也没有解释只是这一次的发布，大家都关注，就是说这是一个从0到1的突破。为什么？因为被制裁非常非常的久这就回归到我们第一张梗图。为什么？因为呢，制裁很多是美国商务部做出来的当然有人说是拜登部长下的决策雷蒙多呢只是来想办法改善一下中美关系，但是效果有限。所以2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老师，一个是你怎么看这次雷蒙多到中国的这次访问的成果？有什么具体成果吗？就是我们晓得雷蒙多这次到中国大陆访问他是美国希望缓和跟中国关系的4个人的第4个嘛你看说是布林肯嘛，然后是耶伦，最后特是 Kerry 嘛，然后是雷蒙多嘛那这一次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去了北京，然后去了上海。那一般来讲说到上海呢，当然跟美国的商人也看，也就实际去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情势现在到底怎么样。那雷蒙多呢在不断去强调一点，就是贸易的问题呢其实不涉及安全，所以呢中国跟美国呢
其实可以在贸易上面可以改善关系。你想想看，这整个东西最吊诡的就是当年2018年的时候，川普是因为跟中国打贸易战，我们晓得当年美中的对抗，它的引爆点最早是贸易。那你导到2023年5年之后呢，雷蒙多讲说，贸易其实是双方缓和的一个着力点啊，到底是冲突还是缓和，对吧？啊，你可以看到，你慢慢发现，其实以前川普打贸易的是一个起点，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其实是两个变成科技战。我们一般来讲，过去叫科技冷战，后来现在根本是科技的白热战，对吧？所以为什么刚刚华为的手机在特别重视你科技的白热战，你怎么样的封杀中国大陆，但没有，他就走出一条自己的科技一个突破，表示我中国人是越挫越勇的啊。那所以这样完了以后呢，那么到底美国呢跟中国呢这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双方的高官呢，就是将来商业部长定期要聚会嘛啊，甚至说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因为美国不是禁止对中国大陆投资嘛，那每一个投资的东西，他们要这小组要澄清嘛，你要讲说到底为什么投资，因为美国人是标榜说所谓的小院高墙嘛，那但是小院，那中国大陆说什么小院，你那个院越来越大，对不对？什么叫小院呢？那是不是要花个时间要澄清啊？就起码有一个澄清的机制，表示要改善关系这个意愿。我觉得光是从这点来讲，你可以看到他的4个访问的铺路，就希望最后是能够铺垫出来，在11月在 APEC 旧金山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跟拜登能够见得上面啊。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见上面的话，那是不是今年的这个铺垫的双方美中的关系有缓和，是在大家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这也还不错的。所以其实雷蒙多主要的功能倒不是商业上的一些目的，只是来重申一些立场。那更重要的是告诉中国说，我有善意。我愿意派大员，都是1级大员哦，来的都是，因为他基本上是讲，你看他是商业部长，但是他也是美国要缓和美中关系的重要的官员嘛，对，所以商业部长当然谈商业，那官员当然是谈美中关系整体的这个关系嘛啊。当然也有人讲说，你要在具体的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各种的对抗、各种的较劲还是在。可是我特别看到中国大陆，不管是王文涛的讲话啊，不管是谢振华的讲话啊，不管你说是从环保的问题啦，或者商业的问题啦，这2个点啊，其实都可以是他们缓和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着力点。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华为开卖卖得这么好，然后被大陆网友拿来做梗图，说为华为代言，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对，我问华为的精神是很可佩的啊。任正非的讲法就是我怎么样的苦干实干，我要走出这条路啊。虽然呢，网络上我们也看到有人讲说手机没那么好，说什么音响啦、音效啦，也不是你讲的那么好啊，但是它基本上是不错的。它能够这样的突破啊。我记得华为，你看这个 Mate 60，前几年我在大陆上买的是 Mate 30啊，30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是 Mate 60，然后一闪眼卖的这么好，我觉得不容易。起码就这点就告诉美国说，这个科技战真的是打出来。所以以后啊，真的是我们看到，还不只是中国突破美国的封锁，而是说整个世界是变成2块嘛。人家讲说就是华为和非华为嘛，或者5G嘛，对不对？所以人家讲世界什么是平的呢？华为、非华为2块。那你说所有的下游的供应商产业链，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你要准备2套呢？所以这个是将来很可能发展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个背后，虽然中美在外交或者说在表面上的氛围在减缓，可是实质上的拉开，从华为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一鸣惊人的这个状况，可以看出来它是个征兆。你可以看得出来哈，你说不管是拉开的，表示说，因为它是在较劲，没有错嘛啊。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顺一下啊，今年到这里为止，他们讲的话，西方最早讲脱钩嘛，后来3月份呢，从范德莱恩去就讲说，不是脱钩，是去风险化啊。后来到了叶伦去的时候，叫做多样化，那就不是脱钩。基本上这一连串的美国的几个官员传的就是不脱钩嘛啊。那可是你看我们刚刚才讲嘛，不脱钩，但不脱钩的情况下竞争，于是中国起码科技这个发展就分开了嘛，对，就脱了嘛，起码就这个东西是2个系统在走。因为这次 X70 Pro 它强调A60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晶片是自己的麒麟9000嘛，对，然后系统是自己的鸿蒙嘛，鸿蒙对，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包括连玻璃都用自己的，所以等于说它是一个全中国产业链。当然能不能达到100%我们不确定，但至少在它的一些主要的构件上面，因为手机就那几个是主要的一个构件的话，看起来确实就脱钩了。那你美国还没脱钩，华为先脱钩，中伟先脱钩了。这个问题科技上就先分2块了。那这个是不是就增加了所谓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间的底气？我可以这么说。当然，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对抗呢，这是全方位的了哈。但是如果就这点来讲，当然给中国大陆一个很大的鼓舞嘛。比如说，我们是可以
打赢的嘛，哈，这当然是给了一相当的底气，没有错。是，所以这个华为呢，当然我们会继续观察它卖的怎么样。但是呢，就有媒体形容就说这个叫做美国的华为焦虑症啊。为什么？它真的有绕过所谓美国限制嘛？哈，那是不是变成地缘政治科技铁幕的破网？因为事实上呢，哈，美国的咨询公司啊，哈，叫做欧布莱特石桥啊，它里面啊有一个特里奥洛啊，他的技术负责人啊，在接受 Washington Post 的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新手机对所有华为的前技术供应商，特别是美国是一个重大打击啊，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分开了嘛啊，这个在没有美国技术资源下的新手机设计，尽管可能比不上西方最顶尖的型号，但整体效能依然相当不错，就刚刚老师提到的。所以很多人就想啊，说那川普跟拜登，你们所谓的科技铁幕还有实质意义吗？结果搞了半天，反而是让中国的供应商、让中国的产业链自己强韧起来了。所以搞了半天 ，decoupling 是人家低你，不是你低人家，这个很尴尬。而且这是美国的商业咨询公司啊，而且石桥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商业公司啊。那他们做出这样的分享跟讨论，老师你怎么看？你看最下面一句哈，你看应验了美国经验制造商警告，制裁无法阻止中国大陆，但刺激中国大陆加倍努力开发美国技术的替代品。其实很早有人就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是科技业了，不断地讲，因为一则科技讲我的市场我需要中国大陆嘛哈，那你以前 NVIDIA 也在讲嘛，就说需要中国大陆，那你反过来讲，你说你越制裁它，制裁不了的嘛，因为你晓得中国人的基本上的个性，你越制裁它，越就能够找到自己路去发展。所以啊，其实你说的对抗，可是对整个人类的资源来讲，这是个浪费，你搞一套，我搞一套，那为什么不大家一起搞呢？对不对？我们一起嘛，我站在你的成果之上，你站在我发展成果之上，大家互相的，不是就上去了吗？那你搞一套，我搞一套，那是一个资源的重叠，那是个浪费。可是，在大家现在讲的呢，不再讲资源浪费，现在在讲安全，对吧？啊，那如果说我太依赖你，你太依赖我，那依赖的人觉得不安全，不安全。现在讲到供应链的韧性，讲到安全和韧性一加起来以后，那么堆高的就是成本嘛。那整个生产起来，那成本就越来越高啊。那成本越来越高，那最后谁要负担呢？那当然是老百姓。所以你来看哈，今天我们看起来说好像手机不贵啊，但你看再打下去，如果华为真的搞一套，如果真的花了很多的钱，除非中国大陆政府去补贴，那个钱不是还是老百姓要担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打下来，真的辛苦的是我们一般的升斗小民是，但是从整个国际博弈的一个基础来讲，就是中美之间没有信任啊。安全的本质是要有信任啊，不然怎么背靠背？他现在不是背靠背，是面对面，然后一直不断在揍，想要揍对方嘛。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必须要调整，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我们再讲个例子哈，习近平当年2013年刚出来的时候，到了加州庄园会议，当时跟奥巴马庄园会议，奥巴马说，那习近平当时就喊出来一个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2个国家。当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10年来新大国关系并没有夯实啊，人家不晓得新大国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结果你会发现，叶伦上次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叶伦就讲世界够大，容得下2个国家。哎，不是奇怪吗？那不是当年10年前习近平讲的吗？学蛇鸟啊，对不对？然后你美国本来就不理这句话嘛。这边转了一圈以后，美国就告诉中国说，我没有要对抗你了，我没有防你发展啊。那其实中国大陆也在看美国每一个官员来这边讲说，我要跟你怎么样的缓和，然后都不断强调说没有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可是他做的每一个政策，就中国看来，你都在阻碍我的发展嘛，对不对？你又怕我科技可以赢过你，你又怕我这个怕我那个，所以中国大陆常常就讲说，你西方讲的跟你做的不太一样嘛啊。但是西方也是觉得中国大陆是个威胁，所以西方也讲说，你中国讲的跟你做的也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你是想和平崛起，结果你崛起以后，你却破坏了很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那中国大陆也说什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些规则是你们定的规则，那么我只遵守联合国的规则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对抗就是你讲的没有信任嘛。那没有信任就是互相的你批评我批评你，然后一路下来。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能够失控，所以怎么样的让它能够缓和，逐渐的能够回归到可控的范围之内。我想是今年包括美国几个官员去中国大陆，他说主要目的也就在做这个。如果照这样说的话，那不就代表说美国其实在10年前是完全错估了中国讲这句话的一个决心？因为讲真的，10年前跟到今天，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包括对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认知也很高强度的改变。尽管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因为民进党执政的关系，抗中保台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强烈的，但整体来讲，台湾人已经完全无法否认中国的崛起，甚至中国大陆很多品牌在台湾只要卖得进来的，基本上很多也取得了蛮好的成果。随便举一个像小米家电。
现在大家就是讲到小米就说，这个东西不错，性价比很高，性价比高，然后又智能化。那台湾的家电根本很难竞争，为什么？因为智能化也输给人家一个 App 全部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啊，所以其实这10年变化极大。那我可不可以说，当年美国错估了中国崛起这件事，它的本质的意义跟它的未来发展？而且我觉得美国是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所以中国一下子冲起来，美国也吓一跳。其实坦白讲中国大陆的崛起呢，中国也在学习。就是我一下崛起之后，我跟别的国家之间怎么去调整所以当年讲说中国崛起人的整个感觉呢，其实就跟当年普鲁士统一日耳曼就建立德意志帝国一样就一统一日耳曼变成德国一建立以后呢，忽然就发现。怎么搞的？以前外交很有空间，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德国是个威胁中国大陆呢一崛起以后，人家觉得怎么样的中国是个威胁。以前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人家就觉得好像迷途知返，你终于改革很好，赶快带着你一下中国一下起来变大了以后，大家没准备好，哇，你要玩真的，你真的崛起了那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尝试，所以中国在调整，那美国也在调整，但是我觉得经过10年就还在震荡，包括两岸关系、美中关系，大家都在调整，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势怎么调。但我总希望经过这一段的震荡之后，能够逐渐的尘埃落定，能够稳定，然后看我们的位置到底怎么摆的。老师，你这个很有启发，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德国的统一，从历史来看，德国确实变巨大威胁。那欧洲人呢，花了2次大战把它又摁回去了。但是最终德国今天又崛起了，而比德国大更多的中国，尤其在从世界历史来看，当中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时候，它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常规。可是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国人在德国上吃了亏，但美国人并没有学习到。那美国人来到亚洲的时候，他所认识的中国就是那个衰弱不堪的东亚病夫，对东亚的关系。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所谓的历史经验上的落差，让美国一直无法理解到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文明？甚至比如说我们常讲的一个笑话嘛，就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嘛，像这样这个理解的断差，我有感觉到蛮巨大的。一点不错。所以你说历史不断在重演，不要讲说中国，比如说像俄罗斯，你说普京，有人总觉得他像是彼得大帝嘛那你说土耳其鄂尔多安觉得他就是苏丹嘛，对不对那你看不管苏丹也好，彼得，那我觉得习近平推进一带一路，他觉得他是汉武帝对不对？那就是整个历史不断的在重演嘛。就很多地方他有他旧的秩序，他有他历史的一个轨迹但是又包装在新的21世纪的瓶子里面。你说的新瓶新酒，新瓶旧酒，那总是一个新的环境嘛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大家都在学习，看着学多快，什么时候学出来，然后让关系能够逐渐稳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好几期之前我们也谈过类似的概念，就是古老的秩序的复苏这些文明古国懂，但是你这个外来者英美不懂，特别是美国更不懂，因为英国毕竟也是一个有文化历史的国家。但我发现美国真的有很多的误判。当然，因为在台湾现在的环境里面，你讲美国误判，你以美论你是不是亲共？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持平的讲，这不是亲共舔共的问题，而是看起来。不管是从我们之前谈到的，比如说“一带一路”的秩序，或者我们前阵子有谈到所谓的布里新斯基的大三角，或者是大四角，然后包括习近平跑到中东去，等等等等，古老秩序的恢复，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这些亚洲其他的文明古国的领导人很好理解。但美国花了10年才从雷蒙多的口里面讲出那句话，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历史底蕴不够，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英国人可能可以理解，美国人就比较不能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原因，美国的什么问题呢？美国很多事情没有耐心，美国很多的政策呢，推动一下就想，怎么没效？但事实上那个政策可能要慢慢的生根，然后就有效。没效，那么赶快检讨一下，是不是改弦更张所以很多时候美国想求速成，然后美国对历史东西没有耐心，加上美国这些政客呢，常常乱讲话，是不是？所以在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没有耐心，他很多东西不见得思考。美国当然也有他强的地方嘛，因为现在他是世界第1大国，他整个思维、他的高度、他的格局是超过别的国家，但是深度或者说他历史的底蕴，这是他不够的。这是美国必须要学习。是，我突然想到唐廷顿的一个文明的100年之期所以大家最近不是常讲说美国这个体系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世界体系的重构金砖扩容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事实上，我都觉得像是华为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是个别现象所代表的那个里程碑意义，一直让我觉得最近这几件事以来我可以说整个世界就是进入 Round 2中美贸易战第2轮开始了。好，那这一次金砖国家，我们上次请李胜峰老师的时候也谈到但是这个画面确实特别有一个冲击感我们先不问它的内容是什么，先就这个画面的冲击感，我们跟老师常常谈嘛，画面的冲击感很重要。大家还记得 MBS 那张图吗？老师，这个画面很有冲击感。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挑战一个秩序嘛。首先你看这几个国家你说金砖5国，你讲全球南方也好，其实全球南方，俄罗斯不太算是南方了那么大家心里面变南方了，就是我们挑战西方所主宰的一个秩序所以你像BRICS，我们说讲一点点历史的话，最早的时候只有金砖4国嘛，对不对BRIC 嘛，当时有个国家就说，你讲砖头 BRIC 那个英文拼错了嘛，应该是 BRICK。那谁要做呢 ？Korea 说我嘛，是我嘛。那后来就 BRICS 就弄的 South Africa， 它不是 Korea 可是你刚讲的，这是扩容，又加了6国进来，所以金砖就变成一个载体而已嘛。金砖 BRIC 这几个字就没有意义了嘛，因为 BRICS 只有5国，那你明年开始变11国你会变11个字母吗？不可能嘛，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 label 而已，就是变成一个载体，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慢慢就是它也在找寻它的新的生命那原来最早的时候呢，高盛的这分析师创出来这个名词，我记得高盛当时创的名词的时候呢，他是说这几个国家它经济发展前景不错，只是经济嘛，他也没打算说你们国家居然玩真的我弄个名词以后，你们真的几个国家开启一个峰会，那慢慢的从经济上开始谈到政治，谈到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它不断的扩大，以后呢，那不管是金砖几个国家，它就变成一个载体，变成一个新的集团这里面当然就不全是经济了，所以它有政治，它有什么新的一个使命和新的目的不管说成立新的开发银行，它不管是挑战美元或者说是它怎么样用自己的一个秩序出来，看出来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胎动那这个胎动就是南方国家的势力正在胎动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所以我刚才说，可不可以提出说这个中美博弈的 Round 2，或者是说这个新秩序？老师我记得有提过一个 idea， 叫做后冷战嘛，或者叫新冷战。新冷战的第2期来临了，因为刚好10年嘛，就是习近平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我们中美2国。结果10年之后，雷蒙多跑到北京讲这句话，那我可以说这是一个 Round 2的开始嘛？可以这样讲了，或者你可以讲加长赛嘛延长赛反正还没打完嘛。那可是你现在在看国际秩序上就分2个 blocks 嘛，你说 G7 是一个嘛，然后金砖国家是一个，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在重塑国际秩序的结构那最早的时候呢，本来这个就是 G7 和 G20。那 G7 呢，当然就是说7大工业国嘛7大工业国，但是7大工业国在国际上说，不管你占的 GDP 啦，你的这生产的份额呢，逐渐的减少，那觉得整个国际的东西不是你们几个发达国家就能决定的，你需要有开发中国家一起来加入嘛所以才有 G20 出来。那 G20 出来，甚至有讲 G20 是不是会取代联合国因为你该有的穷国也有，富国也有，那很多事情 G20 来做决定就好了，放不着放到联合国里面嘛那后来俄乌战争一打了以后呢，G20 很多事情就有点瘫痪了，因为大家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不见得都一致。那 G7 又说，你看吧，还是我嘛，对不对你 G20 怎么行呢？那你们讲说代表什么南方国家的声音呢？用不着 G20 来帮你讲，我 G7 我可以来讲所以在今年5月份广岛的 G7 峰会上面，岸田文雄就讲说，那个很多南方国家意见我可以讲嘛，他只是不用全球南方这个提法。因为全球南方提法，那会不会压过他 G7 的声望呢？所以我提供你的议题，但不用全球南方的提法可是 G20 完以后，金砖的国家要出来，然后6个国家出来，那这里面也有意思了。那金砖里面是没有那些发达国家的，没有 G7 的国家的，就表示真的就是你讲的另外一个集团又出来。可是问题，金砖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后来发表的约翰尼斯堡宣言呢，是强调说我们要把金砖的意见带到G20里面去，而且强调说我们是遵从联合国为中心，也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金砖想取代联合国，没这意思G20也不会取代联合国。那有一个国家在这里就很高兴了，金砖里面有印度，G20轮值主席印度，所以你把金砖的这些搬到G20里面，印度说还是我还是我所以莫迪就是今年是他的驻场外交，莫迪今年得意不得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印度的这个神气。难怪莫迪说5年内让印度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那他最近不是还有登月球南极又成功嘛，对不对？俄罗斯都失败了，他能成功，而且他不但成功，很便宜呀，便宜啊，你知道吗？超级便宜，廉价的，就是你说我山寨，你说我拼凑的，我就可以登月成功啊！你做出来我看看。对不对？所以莫迪很生气啊！所以今年你可以看他在玩。中国跟印度本来对抗或者较劲，对吧？但是也只有面对的印度这情形，所以这个中印之间的龙象赛跑，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势嘛。其实我的感觉是在金砖里面，事实上习近平跟莫迪有另外举行会面。所以这个东西反而就很讽刺，因为不久前莫迪才跑到了美国去，然后讲了一大堆什么价值上共同、民主国家，讲了一大堆，结果一翻眼，莫迪跟习近平2个人握手交好，最近边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西方就讲说，其实还没有啦，因为你说边界的冲突哈，现在不断的喜马拉雅山的中俄间的未定界，或者讲实控线，对不对啊？甚至像水资源也在争啊。其实那个地方边界本来就不清楚，那总是双方的领导人有着意愿，要希望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嘛。西方的只是找出很多的理由说，其实他们还是有冲突。因为西方如果讲说他们真的好的话，那西方拉着印度印太联盟就很尴尬了嘛。所以西方的媒体一定讲说中国跟印度不好。那从中国角度来讲，其实跟印度也没有好的那么快，但是就算没好那么快，但大家都觉得有这种需求嘛，我们希望能够缓和这整个情势。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印度今年它不断的什么提起来，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它也是你必须要认真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新型大国关系看起来好像是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你想想看，中印之间其实也是在调整那个关系嘛。这几个关系其实都很有趣。其实呢，还有一点啊，就我们再多讲一点。你说金砖国家，你说影响力，但是金砖国家它的市场可能比较大，它的人口多，但是呢，等不等于国际上的实力？那么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呢，金砖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少于他们跟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串在一起，可是就实质的经贸关系，其实我还是跟美国嘛。我还是跟欧盟嘛，所以这就是美国欧盟它比较得意的地方，因为你终究还是跟我。所以如果做个小结的话呢，就是金砖国家是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可是刚刚开始，它不可能那么快。可是起码表示说，我们南方国家有着意愿，我们要挑战、修改怎么样的现有的国际秩序。我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国在这一次金砖扩容里面说服了印度，让比如说伊朗这些国家加入。那有个关键是什么？它正视了印度的强大。也就是刚刚老师你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嘛，中国要求美国要正视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也正视了印度的崛起，认可了印度是个大国的地位，所以让整个金砖国家或者说金砖扩容，它的关系更和谐。因为这一次是有共同宣言，而且讲白了要来做去美元化，虽然刚才老师提到的约翰尼斯堡宣言里面说，我们没有去美国化，我们是鼓励使用本币贸易与金融结算。那讲白了，这就跟从脱钩改成去风险，再从去风险改成多元化，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做的事情本质不变。那这里面关键就是印度能不能深度参与这个角色，因为印度是未来世界另外一个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之一啊。你讲很好，因为不管中国人喜不喜欢印度人，你都要面对一个现实嘛就是包括2个地方一个就是金砖，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谈到上合组织嘛，上海合作组织里面不是有印度吗？对，当年俄罗斯就讲说，我们把它印度进入上合组织，中国就说好，印度如果进入上合组织，巴基斯坦也进来，拉个巴基斯坦进来去平衡印度嘛。那平衡印度不管怎么样，本来上合组织呢就是中国、俄罗斯还有中亚的这些国家，那是中国人自己在玩嘛。然后上合组织越来越大，对不对？蒙古啊、伊朗啊什么都进来了，印度也进来了然后这样子就是扩容但是重点就是 BRICS 变大了以后，谁主导？本来呢，像巴西啦、印度啦，他们有时候不是那么样的喜欢一下扩大这么多国家。中国大陆它需要就是中国大陆可以玩的舞台又变大。印度说为什么要变你呢？所以这里面有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变大了以后谁主导？第二，它会不会变成反美的？如果说 BRICS 搭起来变成一个反美的集团，印度说我不干。所以外交上是不是要反美？谁主导？谁说了算？这是我们在看。那中国大陆他说我主张扩大。那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资讯，印度跟巴西讲不要。那现在反正已经扩大了嘛。所以本来我们看 BRICS 是看哪几个国家进来，40几个国家都想参20几个国家提出来申请，那是6个国家
北约进来啊，所以哪6个国家考虑的是什么？这背后的较劲，那谁能够影响谁，谁拉了谁，最后他怎么开始 run，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往下看的一个脉络。是，所以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6个国家呢，就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就是伊索比亚、伊朗啊、沙特阿拉伯、台湾翻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我们翻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地理缘位置其实一看就很清楚啊，就是除了传统的深色的是原本的国家，那新加入阿根廷，南美洲1个，非洲2个，主要是伊索比亚跟埃及。那如果以阿拉伯国家来说，有3个哈，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啊。那另外伊朗也进来了哈，这样的一个配置，有人说少了2国啊，一个呢是印尼，另外一个呢是奈及利亚。为什么？因为奈及利亚是非洲第1大经济体，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是西非最强的国家。当然他们最近有点乱啊，因为最近附近马利也政变了，奈及利亚也有一些政治上不稳定的状况。但整体来说，老师你帮我评判一下这次的扩容它的具体意义呢？我们怎么？真的很有意思。现在国际组织，第一个不要给人感觉你是反美，第二不要给人说你是十字军。啊，就是说你都是基督徒，不。第3个就是讲，不要跟人家讲说你都是穆斯林，对吧？你能让人家害怕。所以当年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时候，那为什么没让到土耳其呢？那土耳其如果北约没进来，不是又是基督徒成立这个军事联盟吗？十字军东征，对不对？十字军东征嘛，那就拉着土耳其进来，他是基督徒又和回教徒之间那个门户嘛，啊，所以土耳其进来还有象征意义，除了地理位置以外。所以你看，不能都是基督徒，不能都是回教徒，那不能给人家讲说你在电视场上是揪了一个团，整个去反美，而且还是说拉来的人是你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对不对？你的朋友多，那我的朋友呢？我刚刚讲上合组织，俄罗斯说拉着印度，那中国说那不行，那巴基斯坦也要进来，一样嘛。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拉一个拉一个，整个进来就变成整个 BRICS 太多。但是你晓得，因为它非常的多样化，不管是宗教也好，它的外交政策也好，它不见得有共同的价值，不见得对事情有共同的看法。那么经济的情况不一样。那乐观的人就说，就是因为多样化，所以互补。那悲观的人就说，因为多样化，所以它不可能有共同的政策，所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会打个折扣啊。所以它是虚胖，它有好像很壮盛的阵容，但它整个做不出来具体的一些政策。但是刚刚开始嘛，明年1月1号才这6个国家才进来，它怎么 run， 我们看1年再看。我觉得我可以补充几个讯息跟我的一些 thoughts。第一个就是说，刚刚老师提到说宗教，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哈，东正教。好，我们说基督教联盟，好，这个是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好，那这是属于基督教。其实伊索比亚也是一个基督教大国，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基督教，而且呢，当时啊，伊索比亚的女王叫示巴女王嘛，跟所罗门王系当时就是回到了伊索比亚。伊索比亚也是整个非洲大陆最后被殖民，而且少数有击败殖民帝国，所以伊索比亚在整个非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被认为是非洲的文化的一个核心嘛，像阿迪萨贝巴，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到非洲第一站一定到伊索比亚，另外就是到南非嘛。这2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的政治不算是很稳定，但是整体来说，内部的这种恐怖攻击啊，这种宗教冲突倒是没那么严重，因为伊索比亚它族群也很多，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流族群，但是基于它也是一个文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还有伊索比亚跟中国关系非常铁，这几年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现在西方人也流行去自驾游。或者是自己去旅游，都跑去伊索比亚拍什么？拍高铁啊！这样子啊，拍铁路啊！因为伊索比亚阿里斯阿贝巴拉了一条铁路到吉布地嘛。所以我看了好多西方的 YouTuber 跑去拍对，因为那全部都是中国标准，但是中国训练都是当地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画面，我觉得伊朗跟这个主要是教派，什叶派就有逊尼派，那完全平衡啊。那有新的基督教国家，有天主教的势力，然后有非常传统的原教旨的基督教在里面。南非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基督教嘛，到底这是个逊尼派了，对，然后这什叶派进来了，所以就宗教来说，那中国呢是无神论，或者是说主要可能就是佛教或传统道教，就是中国的传统信仰。那印度教嘛，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元的。那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为什么有个感想？我的受是什么？就是这种组织不可能出现在美国西方所拉的组织里面，根本组不起来，完全没有安全感。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这个地图其实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的感受。对，一点不错。所以我们讲说世界在变嘛，所以越来越发现西方不能够完全掌控全局，那什么呢？就挑战西方的政策。所以那个西方讲说，是不是西方一口打造的国际秩序现在面临要改变？在面临改变的情况下，谁去了领一时的风骚，对不对？或者我们共同领，或者把联合国再抬出来啊，是不是说呢？谁都不能主宰了以后，所以呢，中国大陆也在讲，印度 BRICS 也在讲啊，就是金砖国来讲说联合国嘛，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要抓的一个重点。
是，当然呢，我们另外讲到就是说，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一带一路”怎么走下去啊？因为金砖固然是新秩序，但是中国所创建的这种秩序体系或者是合作的网络。其实大家要想到第一个是什么？是一带一路。就中国崛起之后或崛起的过程中所带出来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即将在10月份举办第3届的一带一路峰会啊，这是一个烙有习近平印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带路倡议啊，标榜中国另一个盛世的到来。这个是我们台湾媒体所下的一个注解嘛。这个就是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所讲的哈几个走廊嘛，比如说中俄蒙古走廊啊，欧亚走廊啊，好，那这个当然是从中亚走突厥波斯国家好到了欧洲的。那另外呢，海路的话呢，好，经过中南半岛、印度，好，然后进入红海也到欧洲。其实一带一路主要就是沟通欧俄之间，然后在连带还有包括非洲之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伊索比亚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伊索比亚会进去哦？很多人都还在想说啊，伊索比亚那个只会饥饿30，真的完全低估。伊索比亚这几年经济成长非常猛啊。这一次哦，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关键的内容啊，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发展目前看起来啊，陆权国家要出海啊，在海权国家的围堵啊，全方位的较劲，甚至孔子学院都被人家攻击说是监控侨民大外宣的工具啊，很多都撤回了嘛。但是呢，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反而呢创造了一个新的秩序，那就变成本来意大利是一带一路啊倡议的国家，但现在呢，在美国说服下来退出，所以有一些秩序上的改变哦。老师，您写的这篇文章就说，这一带一路下一步怎么走？就一带一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一带一路是这样子啊。我们如果想着10年前中国大陆呢，这里面是有包括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布局啊。地缘政治上来讲呢，比方讲说，它是用这一带一路希望突破。那么西方国家在水道，比如说海峡啦、运河啦，所以对陆权国家的一个封锁，所以地缘政治上希望往这边打突破。那地缘经济上呢，就打造一个中国的地缘经济的一个版图嘛。所以它“一带一路”后面当然还有包括亚投行啊、丝路的基金嘛啊。然后当时也在想说，孔子学院啊、精英的外交啊夯实整个基础。可是后来这里面，我觉得中国大陆呢，这个计划是不错，但是有点一厢情愿啊。一厢情愿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当你中国崛起的时候，就我在文章里面也讲，海权国家就开始赌嘛，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上是陆权国家，这陆权国家出海，海权国家说开玩笑，你怎么会出海呢？对不对？好，就在挡你嘛，哈，这第一个，所以中国势力起来怎么挡你？然后第二个呢，中国大陆，你说它有没有精致化？有，它过去的整个做法呢，它的基础建设品质不好嘛，它现在有基础建设，希望质量能够改善，然后它慢慢的开始走上数字经济嘛，哈，但是人家最常诟病的就是你中国用所谓债务陷阱嘛。你给人家更多钱，结果人家还不起钱，啊，那你就拿了他的资源啊，拿了他的管理权，对不对啊？可是中国大陆现在慢慢也想，可能有1、2个国家是典型，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这是最被人家所诟病的啊。中国取了99年的管理权，可是慢慢的中国大陆也发现，有些国家还不起钱嘛。你说中国用钱去做债务陷阱，不是？他现在撒钱撒得很谨慎啊。中国大陆现在也没有钱，然后我撒了以后你又不还钱，对不对？所以整个投资也好什么的，它越来越谨慎。更重要的是呢。过去中国大陆讲着“一带一路”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到人家内部有冲突啊！你以为你闪得过啊？比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旗舰工程，说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那为什么中国工程师会被攻击呢？中国讲说，我是有色人种，我又不是白人，我也没殖民过，我在帮你们国家啊。中巴的关系铁的不得了，你们打我干嘛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巴基斯坦它有俾路支解放运动，它解放军那批人要独立啊。那你中国是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越成功，我们独立越不可能。那怎么办呢？我打你中国人嘛。所以中国就发现，天哪，又是瓜达尔港，瓜达尔港在中国大陆本来想瓜达尔港怎么样的出来，你说中巴机走廊下来，一个到克拉斯，一个到瓜达尔，当年也承诺了瓜达尔说要给你多少援助，给你多少的创造就业机会哈。后来发现就业机会创造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你们文盲那么多，那我怎么创造就业机会呢？我就从中国搬工人过来。那瓜达尔这边想说，你中国骗我嘛？你没有什么东西。好了，这是一个我想区域的冲突。还有一个呢，你想想看啊，你这“一带一路”出来，你不是在权力真空里面，你从人家后院走，中亚就是典型嘛。你这样模拟一下。人家的后院呢，也许晾衣服啊，小孩在跑啊，小鸡在跑啊，你的车子嘣开进去，妈的晾衣服也打了，小鸡压死了，小孩散了，人家主人不拿着鸡毛掸冲出来啊，中亚就这样嘛。你从中亚这边走，你认为俄罗斯高兴吗？
俄罗斯是现在俄乌战争打了以后，俄罗斯没办法，然后大家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俄罗斯只有忍了。啊，那你看，所以中亚的国家才跟俄罗斯讲说，那你就不要阻挡我们了嘛。所以中吉乌铁路才会同意来盖嘛，不然中吉乌铁路，普京那就威胁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你干什么中吉乌铁路呢？那所以就是因为一带一路这样过来，现在不得已嘛啊。那你说像一带一路还到南美去啊？美国人现在你看到中国很成功，美国人当然也会忌惮嘛。所以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现在就要想说，那我下一步怎么做啊？第一个我没有钱。所以才有西方的讲法，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跟中东关系不错，它引进中东的资金，所以我没有钱，我从中东的钱来。第二呢，那我现在涉及到很多地方的，像我刚刚讲说俾路支解放运动啦，地方的冲突，那我要不要再涉入啊？我的分寸怎么拿捏啊？然后我钱是这样给吗？还是说已经2.0版了嘛？那是不是在3.0呢？就是说我在往数字经济方向走啊？一带一路呢，中国不会收。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习近平的招牌政策嘛。一带一路如果失败了，习近平的他的信用度在哪里？他的威信没有了。所以一带一路只会修改，只会更精致化，只会调整方向，但他一定会推下去。所以就看他下一步怎么走就是了。其实我对一带一路的感觉是，他一定会受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过去很长时间的衰弱是中国很久没有出海了，尤其我们常讲嘛，就是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中国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闭锁型的一个状况。除了清朝初年有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清朝的状况，所以中国的文明唐宋那种开放性有点消失了。其实那时候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曾有外交政的辩论，李鸿章跟左宗棠的辩论海防跟塞防之争嘛，对不对？李鸿章讲说，那么要联俄，因为敌人是从海上来，日本。左宗棠说敌人是从陆上来，那俄罗斯，对不对？好，那我到底在防着海上、防着陆上的原因，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没钱嘛。中国不够强，不够强嘛？那资源有限，你只能在海或陆之间选一个嘛。那现在中国崛起了，我干嘛选？我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啊！2个我都要嘛，2个都要。那你这一打以后，那海权国家紧张了，你怎么出海了呢？就开始堵你嘛。所以你可以看到。G7 国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习近平开什么会？中国跟中亚的峰会嘛。你 G7 在广岛开会，你在海上围我中国开在中亚的峰会，所以你在东边围我从西边打出去。那西边打出去，当然你说一路东，后来最后就到了欧洲嘛。那到了欧洲，所以他本来就拉着意大利，对吧？意大利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年在 COVID-19 刚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最早的问题。欧洲国家没什么理意大利啊，那中国就帮忙救了。意大利有那种被欧洲给放弃了一样国家它是 G7 里面经济又比较不好的。那我在 G7 经济不好，那 COVID-19 之后你们又没有怎么帮助我，那算了，中国对我有帮助，我就靠着中国去嘛。所以当年孔德担任意大利总理的时候，就加入了一带一路嘛。那现在极右派的梅洛尼上来之后呢，他的讲法就是算一算，中国卖到意大利的商品多，意大利卖过去的少。还是贸易赤字啊，我们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然后第二个呢，今天整个氛围不对，美中在对抗的时候，美国就拉着欧洲站队啊，我们要整队啊，你欧洲不要了，过来，全部回来。所以拜登才跟意大利总理讲了半天，你加入什么一带一路呢？你得什么好处呢？没有经济好处，政治上又得罪了美国，所以意大利说好，那我退出嘛所以意大利人就讲说，我加入一带一路被骂2次一次我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欧洲人骂我。然后现在我退出，中国人骂我，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意大利要跑去跟中国去解释？我虽然退出，但是还是希望跟你维持良好的关系，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氛围不一样，氛围不一样的时候，就不是中国当年想的这么顺利的一带一路是，这确实，所以一带一路，我认为它的初步的结果，虽然10年未达到刚才老师说的预期的高度，但它事实上真的是冲击了整个世界秩序布局，不然意大利不需要这样子的嘛。事实上。孔代是比较务实啦，好，那梅隆尼亚，美国最喜欢这种领袖上来啦。我说实在话，因为真的去评估的话，意大利一定会被中国出超嘛，因为意大利就没有产品嘛。但你光派这些豪车，你能卖多少？因为意大利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工业化，就是基础工业迟没有办法拉上来，它只剩精致工业。那它的役男的问题又很严重，长期，所以其实意大利的问题不是他跟谁做朋友，而是他内部的问题很严重。那内部的问题很严重，又因为意大利政客，这也跟意大利文化有关系，政局就不稳嘛。对啊，那大家也知道，意大利就是拼装国家嘛，就是南翼跟北翼讲话
话都讲不通了。对啊，对。所以其实意大利的问题，它是源自于它自身的历史的问题，而且意大利的政客的传统要上溯到罗马时期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奥古斯都大帝，那最聪明的，为什么他成为第一代的罗马元首？很简单啊，他就说让大家开心啊，斗兽场啊，他的罗马浴场啊，歌剧院啊，我都盖啊，你开心就好了，就开支票嘛。这种开支票传统传承1-2000年，所以我是觉得意大利的问题，它需要一个有远见的一个领导人，但是目前也没办法，这世界局势就是这样跑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副总理兼外长塔加尼，他要来中国，那另外呢，他也替意大利总理梅隆尼亚来开路了，后面总理也会去了，所以这个意大利的退出，我觉得它功能上没有办法达到他当初的预期。但老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谈的金砖，我们今天谈的华为。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结合起来，中国也未尝不是透过金砖，透过自己在强化自身实力，像华为的这个突破，等于说把这个一带一路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再重整化，然后再把它打出去。其实我看到的是这个面向。当然了，一个就是中国来讲呢，在美中对抗的时候，中国必须表现足够的韧性嘛。你要韧性，你要能够存活，你要打破这个封锁，这是一个嘛。然后第二个，你说呢，中国呢也在找，现在很多因为所以全球南方起来，在找很多新的平台啊。所以你看哈，以前巴西总统鲁拉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提出来，我代表全球南方啊。后来鲁拉任满了下来，就没再提了嘛，没再提了。结果莫迪上来以后，他今年是G20的主席，他说我全球南方啊，南方。那这问题讲了以后呢，王毅也讲说，我全球南方啊。他这跟中亚国家在开会的时候，我全球南方。那到底南方谁代表南方？啊，那鲁拉也想玩，莫迪也想玩，这个王爷也想玩，就是我是全球南方，那就是在全球南方那国家大家去抢嘛。那大家为什么抢全球南方呢？那是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秩序，南方国家它的影响力起来，很多中等国家它慢慢就不见得走美国的路了，直接就崛起。那当然就是整个国际的格局在变，呢，所以就必须有几个平台。所以我们看到平台，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 BRICS 是个平台啊，比如说金砖国家是个平台，G20是个平台，一带一路的峰会也是个平台，那大家都想找这个平台，那每一个在平台上，那比如说一带一路，中国是主场外交嘛，那中国的带领，那G20什么带领，对不对哈？那你说现在 BRICS 呢？本来是南非，但南非也没有什么影响力。BRICS 一下变大了以后，那谁带领还在抢，就是大家都在抢。那么发达国家呢，就在旁边看，那你们到底谁准备出来，对不对？但不管你谁没出来，就表示发达国家你已经不能够掌控全局了嘛。你的整个世界的秩序必须跟这些国家来做一个分享，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的秩序正在胎动，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型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是，所以最后我用这张图收尾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做新旧秩序的融合、竞逐，然后跟突变吗？这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生哦，这个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因为下一次我们会讨论，因为G20 2023年会在印度来举办嘛，这个 logo 都出来了，非常有印度风格。那这边国家呢，我们看到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国、沙特阿拉伯、南非、南韩、土耳其、英国、美国啊。那另外欧盟它也是用一个实体的角色去参加，那总共占据了怎样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你看85%的全球 GDP，2/3的 population 的人口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平台。接下来我们之后一定也会来讨论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非常令人期待哦。当然，最后还是回到这个美中啊，何时在握手啊？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提出的一个疑问啊，也作为今天的结语啊，就是说这个新秩序广泛撒下去了，那最终还是一个问题嘛，冲突还是和解？还是在冲突跟和解当中狭路相逢勇者胜，老师，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的了。是我们一路的铺垫过去，你就是看到那么11月嘛，11月 APEC 在旧金山开非正式领袖会议的时候，那会不会在 APEC 场外再有一场习拜会啊？那你看去年习拜会不错。但是今年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访问，就发生了气球事件，然后一路下来，对不对？那今年如果习拜会也不错，那明年会有另一颗气球吗？还是说明年又是什么状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连续剧一样，一集一集一直往下看嘛。我想这就是国际政治令人着迷的地方啊。那我觉得今天的一个结论跟心得就是一个新秩序，它正在量变产生质变，而且它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当然，你可以看不起华为这只手机啦，但我认为如果真的是全自产自制啊，就像那个胡锡进讲的，芯片准备都在他抛那个图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认为就是 round 2了啊，就第二轮的中美竞逐，或者说第二轮的全球秩序的打造。老师刚才讲是胎动嘛，那前面就是孕胎期。
那这个时期呢，在胎动即将要破开了时期，对，也许接下来10年就是成熟期，然后也许在下个10年新秩序就产生了。但事实上新秩序是逐步的，它不是阶段式的，而是它是一直持续在改变。对，那它有时候会有退，有时候会有进。俄乌战争就是激烈冲突的一面，那像是 BRICS 的扩容还是另外一面，然后呢 G20 又是一面。但我认为啦，这在里面谁可以充分的理解世界的变局，然后对于新秩序里面谁是要角，然后如何去合纵连横哦，这谁越成熟啊，我认为会占据一定优势。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自身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一点不错。否则的话就落得意大利的下场哈。这糟糕，今天都在唱衰意大利。好了，我们今天的户外座谈呢，我们的专家讲堂我们就聊到这里啊。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用绿界 PayPal 或者微信，还有邮局给我们赞助，让我们更多粮草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今天谢谢刘必荣老师，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